关于这部剧的评价，那可以说是相当的魔幻，有说难看的很的，有说好看的很的。那么这一期我们不吹不黑，就理性来聊聊这部《且试天下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晚风。就在最近的4月18日，由杨洋和赵露思主演的《且试天下》上线了。《且试天下》共有40期，目前已经播出了12期。关于这部剧，争议那是相当的大。这样吧，正式开始之前呢，咱们还是先来轮投票，觉得好看的扣1，觉得难看的扣2，觉得一般的扣3。好了，投完了票，那晚风我来说一下，完整认真的看完了所有的12集后，我的感受如何？1. 且试天下并没有吐槽中所说的那么烂，剧本选角却有问题，但如果和今年已经播出的几部古偶来比，整体来看，且试天下称得上是这其中质量最好的一部了。2. 对我来说，且试天下也没有好看到上头的程度。怎么说呢？我看这12集的感觉也蛮分裂的，有的地方确实挺好看的，然而正当我产生兴趣的时候呢，剧情又变得很无聊，甚至能看出拼接的痕迹。总之，欲罢不能的感觉肯定是没有的。好了，分享完了我个人的观剧感受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《且试天下》的故事以及这部剧的优点与缺点。《且试天下》这部剧改编自青岭月出版于2007年的同名小说，整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借鉴了我国战国时期群雄逐鹿的历史。在《且试天下》中，天下七分，地势为尊，以旋即令号令6州。江湖之中有2位绝世高手，一位是由杨洋主演的饮泉水榭之主黑风系，一位则是由赵露思主演的天双门女侠白风系，二人并称黑风白系或白风黑系。说实话，男女主的名字实在是太拗口了，我也是整了大半天才整明白。这时旋即令突然丢失，因为得旋即令者得天下的传言，天下各路豪强都加入了寻找旋即令的大军。然而事实上，这块旋即令只是个冒牌货，而放出假令牌之人的真正目的则是挑起6州的争端。自此伴随着真假旋即令的争夺及男女主真正身份的揭开，一场事关天下的爱恨情仇正式拉开了序幕。好了，以上便是且试天下的故事梗概了，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且试天下的优点和缺点。我们先来看优点。优点1，拍摄完成度高，制作水准上乘。不管是从服到画美、拍摄手法还是特效、OST 等方面来看，且试天下的制作水准都是相当上乘的，而这一切正是有赖于剧方启用了非常靠谱的幕后团队。非常值得一提的，且试天下的幕后团队与2年前我们一起追过的大热剧《琉璃》大量重合，其导演、摄影指导、灯光指导、造型指导等都是同一批人。而至于美术，且试天下则又启用了大江大河的美术指导邵昌勇。有了这些优秀幕后人员的保驾护航，且试天下剧集的质量相当有保证，特别是下周进入雾山的那几集，目测会很不错。而这便是为什么我在开头会说，这部剧称得上是今年已经上线的几部古偶中整体质量最优秀的一部。另外，在情感戏的处理方面，男女主拼夕夕的一些互动细节也是很可爱、很好磕的。例如，身无分文的女主专门向男主要银子来打赏说书人，其要求竟然是要说书人在讲江湖段子时，一定要把白风系的名号放在黑风系的前面。再例如，并不知道男主真实身份的女主，当着男主的面狠狠夸奖兰溪公子，被夸的男主得意的偷笑，这些互动都很有看点，也很有爱。优点2，颜值在线，绝对没有古装丑男。大家可别小看这一点啊！晚风我一直认为，古偶是所有电视剧门类中对颜值要求最高的一种，特别是对男演员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找颜值不过关的男演员来演古偶，简直就是对观众的荼毒啊！而这便是为什么去年全网会爆发出声势浩大的古装丑男吐槽。相较而言，且试天下在男演员颜值方面简直做得太出色了。男主是杨洋，不说了，这帅的没有争议。特别是杨洋那个刘海高马尾的造型，在折扇一扇，我打赌这个造型绝对会在古装美男史上留下一笔的。同意的小伙伴们都请扣波1吧。另外一个我印象很深的，则是第1集就挂了的燕瀛洲，这位小哥哥的颜值打戏也都挺不错的，希望以后在更多的作品中看到他。总之一句话，且试天下真的对颜控太友好了。好了，聊完了优点，我们要开启吐槽模式了，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啊，我就不口下留情了。缺点1，故事的先天缺陷与不出彩的改编。
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，改编自10多年前的古早玛丽苏网文《骑士天下》的人物和故事设定等都有着先天的缺陷。例如，剧中的很多男生都喜欢女主，而剧中的很多女生又都喜欢男主。这种人物关系设定曾经是真的很流行，但现在则是真的很 out。再者，花了大笔墨刻画的全毛线并不出彩，甚至拼接痕迹明显。我听说全毛这块编剧组自己发挥的内容蛮多的，能看出编剧已经尽力了。例如庸国3位公子的性格都挺复杂的，夺嫡之争的内容也很丰富，但是严格来说，这部分的内容并不出彩，甚至可以说是不伦不类。这些全毛戏，我要是拿历史的标准来看，那可以说是相当的儿戏；而我要是拿古偶的标准来看吧，它又很琐碎，虽然节奏也挺快的，但就是没什么爽感。全毛部分中，目前效果最好的是11、12集中的贡院舞弊案，但更让人失望的是，这部分在案情反转、人物设计上，又与2019年播出的鹤唳华庭中的春闱泄题案有一定的相似之处。因此，对《且试天下》的剧本，我是非常不满意的。缺点2，选角不当。我直说了吧，赵露思不适合白凤熙这个角色。《且试天下》这部剧中曾不止一次地强调白凤熙是风华绝代的女侠，并评价她倾国倾城，绝代佳人。风华绝代这4个字可不是闹着玩的呀，那一定得是那种五官好、骨相好、身材好、身高够、明艳动人又气场强大的大美人才行啊。如果要让我说风华绝代的女侠到底啥样，我觉得至少要这样才当得起。其实之所以抓着风华绝代这个词不放，并不是在苛刻女演员的颜值，而是因为风华绝代这个特点对于白凤熙这个人物特别重要，它甚至是白凤黑西这种双强爱情成立的前提条件。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选角的不当就直接伤害了人物的塑造，就好像演杨过就必须是大帅哥，如果不是大帅哥，那一见杨过误终身的设定就完全不成立了。当然，我也能够感受到赵露思已经很努力在往白凤熙的人设上靠了，她的表演比起传闻中的陈芊芊、3000压杀也好了很多，但整体来看依旧是可爱有余，霸气不足，达不到白凤熙这个人物的要求。整体来看，剧本的敷衍、选角的不走心是《且试天下》的巨大问题。但与此同时，在古偶类型剧中，《且试天下》上乘的制作水准与观赏性，毫无疑问也是我们应该肯定的。好了，这一期关于《且试天下》的优缺点，我们就聊到这儿了。最后，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中分享属于你的观剧感受。我是晚风，我们下期见。